果把跳水比喻成上学的话，那这两个小姑娘一定是教授级别的人物。当外国跳水队还在沙飞苦心的研究技术之时，全红婵和陈芋汐已经将跳水带到了艺术的高度。他们用华丽的空中动作让世人沉醉其中，再用神奇无比的水花消失术让大家震撼不已。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首次合体赛到如今全红婵和陈芋汐组成的王炸组合，用统治级别的表演征服了每一个人。2023年7月16日，坐标日本福冈海洋中心体育馆内，这场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值得所有人关注，因为我们中国队此次派出了2位跳水巨星，他们就是广东之光全红婵和上海之光陈芋汐。放眼整个世界，在女子10米台这个项目中，这俩小姑娘可谓是难求一败。中国跳水队在经过王炸组合多年的摧残之后，如今也是彻底躺平。只要有他俩出现的比赛，他们只需要专心的争夺银牌，静静的看着2位大神秀操作。那么这一次全红婵和陈芋汐会带来怎样神级的表演呢？接下来请大家搬好小板凳，准备好啤酒、花生、瓜子饮料，我们来看2位大神秀操作。首先我们看看几位外国选手的表现。迎面走来的是大家熟悉的日本队，参赛的2位选手想必很多人也都熟悉，一位是香田花菜，另一位是马自达。到之前必须先热身一下。日本队一顿操作猛如虎，但是结果可能不是很理想，难度系数2.0的动作，最后只拿到了44.4分。下面是美国队的第一跳，美国队的水花也是比较大，可能跟韩国队和日本队差不多，最后拿到了45.6分。我们看英国选手的第一跳，好的，非常漂亮。这2位英国小妹妹的实力还是非常在线，空中动作一致，最后的水花也比前面的选手好太多了，不错的拿到了48.6分。接下来就是王炸组合的第一跳，大家期待一下。漂亮，开课了，开课了，开课了！婵老师和陈老师第一轮就上演了教科书般的动作，开局就是暴击，裁判摇了摇头，直接送上了56.4分。要不这裁判你俩来当吧？仅仅第一轮，王炸组合就一马当先，用接近满分的一跳，让所有人叹为观止。我们继续来看第2轮的比赛，日本选手的第2跳，日本队继续对水面发起猛烈的冲击，最后拿到了46.8分。期待你们的下一跳，美国队的第2跳。美国队再次用激荡的水花将气氛推至高潮，裁判果断奖励38.4分，感谢他们在比赛之余还不忘带动现场的气氛。英国选手的第2跳，好的，没问题。中国队继续稳定的输出，这一跳再拿48.00分。我们看中国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的第2跳，漂亮！欢呼声在哪里？掌声又在哪里？王炸组合再次让所有观众陷入了疯狂，慢动作回放实在是太优雅，仿佛是2个美人鱼一般，从空中慢慢的滑入了水中，把人都看傻了。毫无疑问，这一跳再次拿到了57.6分，非常接近满分的一跳。仅仅2轮过后，中国队已经领先第2名外国队2位数之多，这还是在难度系数受限的情况下。马上进入到自选动作环节，当难度系数放开后，王炸组合的威力才能真正的展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我们只能捂着眼睛一起看王炸组合摧枯拉朽般的表现。日本选手的第3跳选择405，第难度系数2.8。日本队这下学聪明了，这一跳没有贸然的挑战高难度，先用难度系数2.8的动作拿到了64.68分。美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第难度系数3.0。哎呦可以哦，看来美国队也严肃了起来，如愿的拿到了69.3分。英国选手的第3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1。英国队的这一跳整体表现还不错，是左边的选手水花没有压住，最后也拿到了70.2分。这一轮几个外国队都表现的还不错，但是很可惜他们遇到的是全红婵和陈芋汐。我们来看王炸组合的第3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非常的棒，虽然陈芋汐在入水时出现了失误，但是全红婵却上演了神级表演，在个人动作上拿到了满分，弥补了队友陈芋汐的失误，最后还是拿到了79.2分。这才是王炸组合的恐怖之处，关键时刻谁都能站出来独当一面。这轮中国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0分之多，让所有对手望洋兴叹。我们来看关键的第4轮，日本选手的第4跳选择5253，低难度系数3.2。看来日本队还是对银牌有想法的。这一轮加大了难度系数，不错的拿到了74.88分。美国队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看到比赛快要结束，
美国队也是火力全开了，这一跳使出全力，但是只有66.24分，只能再接再厉了。中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新难度系数3.2。当难度加大后，英国队也出现了波动，最后拿到了70.08分。中国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的第4跳同样是407，新难度系数3.2。好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同样的动作到这俩小姑娘这里，怎么就能做得如此漂亮？高速旋转的俩人不仅能保持一致，后入水后的水花也是小得可怜。在裁判送上85.44分后，外国队是彻底看不到中国队的尾灯了。最后一轮，中国队夺冠可能没有悬念了，但是大家依然很好奇，这一次哪一个国家才能在中国队的手下获这枚极其宝贵的银牌呢？我们抓紧进入最后的银牌争夺战。首先是日本选手的最后一跳，选择107，比难度系数3点。我的天啊！日本队的这一跳不是很理想，裁判不是很满意，只能给到54.00分，希望回去后能好好提升一下。美国队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比难度系数3.2。美国队知难而退，看就知道了。自己还是好好挑水吧。最后一跳灵光乍现的拿到了74.88分，现在压力来到了英国队这里，他们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比难度系数3.2。好的，漂亮。英国的2位小妹妹关键时刻那是一点也不怯场，这一跳硬气的回应了美国队，成功的达到了74.88分，让我们恭喜英国队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银牌，你们也很优秀。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自中国跳水梦之队的2位绝对王者全红婵和陈芋汐的谢幕一跳，他们选择5253，比难度系数3.2。因为外国选手已经准备好记笔记学习了，让我们擦亮双眼，一起来看教科书般的5253比。我的苍天啊！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全红婵和陈芋汐的最后一跳没有让大家失望，在最后时刻双双上演水花消失术，这2个人的水花甚至比人家一个人的水花还要小，根本就是在降维打击。在所有人的膜拜之中，2位王者再次收获11.2的高分，最后以369.84的总分轻松拿下这枚金牌，让世人见识到了跳水真正的魅力。全体起立，让我们一起为王炸组合鼓掌点赞，期待你们的亚运会首秀，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为你们加油助威。注意看，当韩国选手连续以高难度动作拿到高分后，台下的教练和观众难以掩饰的激动。因为他们已经连续领先中国选手梁朝辉足足2轮，如此梦幻的开局让他们的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他们笃定的认为这次一定可以从中国队的手中抢走1枚奖牌。当他们还在幻想着用什么姿势站上领奖台之时，我们另一位选手张文傲冷冷地走上了赛场。而张文傲接下来的表现直接把韩国队吓出了一身冷汗。2023年8月2日，坐标简阳体育馆，成都大运会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在此隆重举行。我们中国队此次派出来自西南大学的张文傲和来自山西大学的梁朝辉。2位中国选手将在此接受来自世界各地选手的挑战，而在外国跳水队方面，也不乏有一些经验丰富、实力在线的选手。其中，韩国选手钟东文在这轮比赛中表现抢眼，在预赛的排名仅次于中国队，而且他曾经还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除了中国选手以外，这个钟东文的实力确实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一次韩国队才有底气和中国队叫板。我们2位中国选手会给他们机会吗？让我们一起进入精彩的比赛，一看究竟。首先迎面走来的是美国队，小伙子长得确实帅，就是不知道技术怎么样。哎呦，还可以哦。虽然说这套动作的难度并不高，但从呈现的效果来说，小伙子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最后拿到了64.5分。随后是澳大利亚选手。看来大家今天的状态都不错。澳大利亚选手的这一跳同样得到了64.5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一跳。梁朝辉的第一跳虽然没有火力全开，但也稳扎稳打到了74.4分。下面就是韩国选手钟东文的第一跳，可以看出这个钟东文的基本功还是十分扎实的。第一跳就引起了台下韩国妹子的疯狂尖叫，最后出色的拿到了75.95分，反超了梁朝辉，排到了第1名。看到韩国队来者不善。最后出场的中国选手张文傲若有所思，他的心里显然有了答案。太漂亮了！张文傲的第一跳是选择了难度系数3.4的动作，并且拿到了86.7分，成功将韩国队刚刚起来的气势给压了下去。
第一轮便取得了10分的优势，排在第1位。那韩国队显然不会这么轻易的松口。我们看第2轮的比赛，美国队的第2跳选择305，低难度系数3.0。果不其然，小伙子还是愣了点，第2跳便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最后仅得到了49.5分。不过看在帅的份上，还是原谅了。澳大利亚选手的第2跳选择5152，低难度系数3.0。同样在入水的角度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最后只得到了54.00分。2位外国选手的接连失误比较可惜。在这一轮的比赛中，1轮跳得好，并不代表什么，持续稳定的输出才是王道。我们看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2跳选择205，低难度系数3.0。梁朝辉的这一跳真是吓死个人了，由于身体打开的太早，差一点出现了失误，还好在入水前及时挽救了回来，最后依然得到了75.00分。由此可见，梁朝辉身体的控制力真是相当恐怖。看到中国队发挥出色，台下韩国选手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赛场，他们的第2跳直接选择5154，低难度系数3.0。韩国选手还真是有几把刷子，这一跳竟然完成的还不错，最后拿到了76.5分，再次完成了对梁朝辉的压制。我们来看中国选手张文傲的第2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4。简直太轻松了！张文傲同样用一个难度系数3.4的动作来回应韩国队，不过我们的动作质量可是比他们高了几个档次，不费吹灰之力的再拿86.7分。第2轮张文傲再度拉开差距，不过韩国选手表现也非常稳定，竟然力压中国选手梁朝辉2名。难道韩国这次真的势在必行了吗？我们拭目以待。美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即难度系数3.1。哎呦不错，美国队这一跳很不错，水花压的也是非常漂亮，成功拿到了69.75分。澳大利亚选手的第3跳选择107，其难度系数3.1。澳大利亚选手也不甘寂寞的拿到了65.1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3跳选择407，其难度系数3.4。太棒了，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在连续落后2轮的情况下，梁朝辉的心态并没有乱，这一跳407稳稳拿到了81.6分，成功将压力甩给了韩国队。而求胜心切的韩国选手第3跳直接选择了5256，低难度系数3.9的动作。我们来看韩国队可以如愿吗？果然不出所料，韩国选手这一跳盲目的选择了大难度动作，最后直接玩劈叉，仅仅得到了60.45分。而接下来上场的张文傲却有着自己的节奏，他的第3跳选择307，低难度系数3.5。哇，漂亮！简直太厉害了！在张文傲的眼中，对手真的只有自己，他不断的加大难度，挑战自己的极限。一个难度3.5的动作，再次拿到了92.75分，刷新了单跳最高分。此时的张文傲显然已经进入了无人之境，以266.15的总分鹤立鸡群。不过第2名的梁朝辉却仅仅领先着韩国队20分之多。落后的韩国队会善罢甘休吗？我们来到第4轮，美国队的第4跳。小伙子虽然动作难度不高，却一直很稳定，这一跳再次得到了67.5分。澳大利亚选手的第4跳，这一跳有点失误了，48.00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4跳，压抑了整场的梁朝辉迎来了爆发，这一轮难度系数3.8的动作直接轰出了91.2分，也将韩国选手推至了悬崖边上。不知道这下韩国队还笑不出来吗？我们来看他们的第4跳。韩国选手最终还是顶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他得到了49.5分后，银牌的希望离他们是越来越大。下面中国选手张文傲的第4跳，他直接选择了难度系数3.9的动作。很显然，此刻张文傲已经在享受比赛了。这一跳虽然出现了一点小瑕疵，但毕竟是难度天花板的动作，最后还是拿到了81.9分。此时的冠亚军已经没有任何悬念，2位中国选手的表现已经把比赛上升至了艺术的高度。大家非常好奇，2位中国选手会用怎样极致的表演来结束这场比赛呢？让我们擦亮双眼，一起进入最后的精彩时刻——美国队的最后一跳。再次得到了69.7分，澳大利亚选手的最后一跳。找回状态得到了68.00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最后一跳。哇，漂亮！
梁朝辉也是慢热型选手，越战越勇的拿到了81.6分，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一枚银牌。韩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韩国选手在最后时刻灵光乍现，达到了67.5分，在2位中国选手的手下斩获了这枚宝贵的铜牌。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来看绝对王者张文奥的最后一跳孔布鲁斯的109C 难度系数3.8。没有问题。问您厉不厉害？最后时刻，张文奥祭出绝招无敌风火轮，直接把所有人看得呆掉了。确实是厉害。普通人原地转这么多圈都得头晕，而张文奥竟然还能将水花压得如此之行，这孩子怎么玩？妥妥的降维打击啊！毫无疑问，这惊人一跳直接轰出了 T102.6的超级高分，助中国队以130多分的优势拿到金牌，简直太变态了！让我们为2位王者鼓掌点赞，你们真是我们的骄傲！